嗨，我是 Stella。最近肺炎疫情升温，大部分公司都开始执行 work from home 了。虽然已经尽量降低了外出的机会，但还是有可能不小心就染疫了。那这时候生活遭到了困难，有什么补贴可以帮上忙的吗？首先就来说防疫补偿金。防疫补偿金的对象是台湾人或者是有台湾居留证的外国人，分有5类：居家隔离者、居家检疫者、集中隔离者、集中检疫者。最后是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隔离者或检疫者的家属。那你要在隔离或检疫完之后才可以提出申请。但是你在这期间如果领有薪水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补助的话，就不能再请领了。那当然啊，如果你不遵守防疫的相关规定的话，也是不能申请的。例如说，你故意在这时候选择出国。接下来大家最在意的金额和期限。那可以在检疫日的2年内提出申请，所以现在不用急着去办理哦。那金额的部分，每人每日就是领1000元的防疫补偿金，最高呢是可以领14天，所以最多就是14000咯。那要如何申请呢？我鼓励大家使用卫福部的线上申请系统，除了必要的申请书啊、身份证啊、存折、影本啊这些的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备齐隔离或检疫通知单等相关的证明。假设你是有工作的受雇人，就要请雇主开个人请假或者是无知性的证明给你。那如果你是没有工作的人，你就要签切结书，就是保证说我是没有在工作的。那补贴有了，但是如果你是在时间上遇到困难呢？现在就来说到请假的部分，有2种，就是防疫隔离假和防疫照顾假。防疫隔离假就是你经过主管机关认定，你应该要执行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、集中隔离或集中检疫，或是你是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隔离者、检疫者，因而无法去上班。公司呢其实是不一定要给你薪水，但是你是因为工作的因素而染病的话，公司就要给你薪水。那如果公司没给呢？那你就可以领刚刚所说的防疫补偿金。再来是防疫照顾假。那我在录的当下，现在是目前是停课到6月14号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针对家属需要照顾12岁以下的幼童，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学生呢，必须请假的情况，那这也是不一定要给你薪水的。虽然我们刚刚说公司都不一定要给你薪水，可是如果不让你请或者倒扣你的全勤奖金要怎么办呢？雇主会违反劳基法第22条工资未全额给付的处罚。这个也不能强迫你请特休，这会违反劳基法第38条或43条，那处2万元以上的罚款。那你在不一定的拿薪水、防疫补偿金又还没去申请的情况下，还有其他的补贴吗？其实是有的。劳工如果因工作染疫，雇主是要给工伤病假的，是属于职灾的一种。治疗期间也要以原本的薪资给薪。如果你因病无法工作，第4天起可申请职灾伤病给付。劳保局会发70%的平均投保薪资。那不是因为工作的染疫的话呢，就是发50%的平均投保薪资。那不幸因公染疫身亡的话，则依照近6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领取45个月的遗属年金。被因工作染疫身亡的话，就是30个月了。那这个大家听听就好，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，好吗？听到这边会不会有点混乱？那我们来 Q&A 一下。那我先直接说了，防疫补偿金的1.4万和刚刚所说的劳保给付是可以同时请领的，这个我打电话问过了。那第一个问题，同性伴侣是可以申请防疫补偿的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因为本次规定是说家属只要有照顾和尽到家属责任之事实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可以申请防疫补偿吗？如果你是受隔离或检疫者，是可以去申请的。但如果你是要以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受隔离或受检疫者为由的话呢，这就不能请领了。因为在事实上你本来就没有去工作，不是因为上述原因而无法去工作，所以这样是没有办法领到防疫补偿金的。那不知道听完以上你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我哪里说错的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就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